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师范大学胡明，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如何利用沉积岩层的原生构造确定岩层的顶底面。自然界中正常情况下，通常岩层的顶面在上，底面向下，但是在受到构造运动的影响和变动的情况下，有些岩层保持原来的程序，有些的岩层发生直裂甚至倒转。所以利用原生构造判断岩层的顶底面，进而确定岩层的相对性能关系，这是野外观察研究地质构造的一个基本的课题，是我们必须掌握的研究方法之一。下面介绍几种利用沉积岩层的原生构造确定岩层的顶底面的方法。第一，利用斜层理确定岩层的顶底面。斜层理是一种一组和多组与主层面呈斜角的纹层组成。利用斜层理确定岩层的顶底面，其方法如下：纹层的顶面被主层面顶面接切，与主层面呈高角度相交，下部逐渐变缓收敛，与主层面的底面呈小角度相交和相切。根据这种判断方法，可以确定初中 A 处是程序正常的， B 处顶面在右， C 处是倒转岩层。自然界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斜层理，这些照片都是在野外所看到的各种斜层理。第二，利用立基层理确定岩层的顶底面。立基层理又叫地变层理。正常情况下，单岩层的立柱从底部到顶部逐渐变细，而岩层的顶面与上部岩层的底面常呈突变接触。第三，利用波痕确定岩层的顶底面。波痕是沉积岩层表面由于水和空气的流动而形成的波状起伏不平的形态，主要是在砂岩、粉砂岩和泥岩当中出现。波痕类型有多种，用于确定岩层顶底面的典型类型是对称性的浪层波痕，其特点是波峰呈尖棱状，波果呈圆弧状，无论是波痕还是翼膜，都是波峰尖端指向岩层的顶面，圆弧状的波果突向底面。另外，不对称的波痕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同样可以辅助判断岩层的顶底面。不对称的波痕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可以判断谷水流的方向。谷水的流向反映当时的谷地的环境，这对于构造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如出所示，谷水流方向是从不对称波痕的缓翼流向陡翼。自然界中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波痕，这些照片就是不同的波痕的照片。第四，利用泥裂确定岩层的顶底面。泥裂也称干裂，是未估计的沉积物入出水面后经暴晒干枯时，用收缩而形成与层面大致垂直的隙状裂缝。泥裂在层面上形成网状、放射状的和不规则状的交叉状的裂缝，坡面上形成 V 字形和 U 字形的裂口。裂缝被上浮沉积物冲填时，在冲填层的底部形成矩形的翼膜，楔形裂缝和翼膜其尖端均指向岩层的底面，即指向老岩层。地质历史时期的和现代都有各种不同的泥裂出现。第五，利用雨痕、刨痕及其翼膜确定岩层的顶底面。雨痕和刨痕的形成机理相近，是雨点和冰雹暴露在地表湿润而柔软的泥质和粉砂质沉积岩层表面，击打着边缘略高于沉积物表面的圆形和椭圆形的凹坑。刨痕较雨痕大而深一点，形状不规则。凹坑在遭受上浮沉积物冲填掩埋沉岩后，在上浮岩层的底部形成圆形和椭圆形的流状突出的
一目，因此凹坑分布于岩层的底面，流状凸起，一目凸向岩层的底面。第六，利用冲刷面确定岩层的顶底面。固结和半固结的沉积物在冲入水面和水下受水流的冲刷，形成凹凸不平的冲刷面。被冲刷的下方岩层的 C 块在原冲刷沟、槽、坑等低洼的地方堆积，形成下粗上细的冲贴物。根据这种特征，可以确定岩层的顶底面。第七，利用古生物标志确定岩层的顶底面。根据某些化石，包括实体化石、遗迹化石、模筑化石等的生长和埋藏状态，可以确定岩层的顶底面。如珊瑚的根系总是指向岩层的底部，各种地层石其突出方向指向岩层的底面。一些生物的遗迹化石，其凹面指向岩层的底面，比如初中的虫穴、生物互动痕迹等。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如何利用沉积岩层的原生构造判断岩层的顶底面，一共介绍7种方法，为我们后续课程内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谢谢大家。